女孩以为找到了真命天子，却不知道一步步落入对方情感操控的陷阱中。她更不知道自己梦寐以求的童话般爱情，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百度。今天的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我们来看看情场高端猎人是如何诱捕猎物的，以及这段爱情骗局背后的6种心理操控术。29岁的金发女孩塞西莉，虽然到了妈见愁的年纪，但她一直憧憬着童话般的爱情，所以7年间，她在交友软件 Tinder 上不停地寻找自己的白马王子。这一天，塞西莉跟往常一样刷着 Tinder， 突然看到一个长相帅气、穿着时尚的男生西蒙。通过对方主页的 IG 地址一查，塞西莉看到了更多生活照，名车豪宅，到处旅游，参加各种派对和商业活动，还有很多粉丝。看着这个事业有成又年轻帅气的小伙，塞西莉心动了，这不就是自己要找的白马王子吗？随后，塞西莉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右滑配对，好巧不巧，对方也右滑了，两人配对成功。Tinder 的操作是这样，看到一个人不感兴趣就往左滑，感兴趣就往右滑，如果两个人都右滑就配对成功了。为了维持第一印象的热度，西蒙传来信息，约他在伦敦的一家豪华酒店见面。跟很多网恋的照片不同，塞西莉发现西蒙不仅跟照片上一模一样，而且真人还散发出一种特别的魅力，自己完全被他吸引住了。殊不知，这是西蒙诱骗猎物的第一步，包装自己，打造光环效应。我们在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会通过某些特质以偏概全地评价这个人。长得帅气的人性格应该也不会差，懂得享受的人应该很有能力。西蒙通过豪车、名表、旅游、派对这些照片，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带有光环的人物形象，让塞西莉迅速产生好感。我们看小红书、陌陌上全都是帅哥美女，身边都是普通素人，就是因为他们都开过光。不过对于相亲、面试等重要场合，穿着正式确实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人生若只如初见，第一印象一旦产生就很难改变了。约会的时候聊的工作，西蒙告诉塞西莉，他是全球最大的钻石制造商 LLD 的 CEO， 父亲是著名的钻石大王，自己也就是钻石王子，妥妥的天花板级别的高富帅。但是太过完美的人往往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所以西蒙也适当露出了瑕疵和脆弱的一面。他说自己有个2岁的女儿，但是已经跟孩子妈妈分手了，由于工作原因需要经常辗转各地，所以也渴望有个人陪伴。为了增加真实性，约会当天西蒙就邀请塞西莉跟自己一起去保加利亚出差。就这样，塞西莉乘坐着西蒙的劳斯莱斯私人飞机一同前往。这些在偶像剧才会出现的浪漫场景竟然照进了现实，塞西莉的小心脏开始躁动不安。陪同出差的还有西蒙的保镖、前妻和他们2岁的女儿。前妻告诉塞西莉，西蒙是个好男人，即便分手了还一直抚养他们。西蒙的话在前妻这里得到了验证，塞西莉对他的好感也迅速升温。他不知道自己掉入了西蒙的第2步陷阱中，营造真实感，获取信任。跟照片一样的长相，又有高大上的背书，让塞西莉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而且劳斯莱斯私人飞机也能让他放下防备，人家这么有钱，怎么会骗我那点钱？为了更加真实，西蒙还用到了心理学上的出手效应，就是说太过完美的事物往往让人有距离感，相反有点小瑕疵才更接地气。这样不仅不会影响自己的形象，还能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有了前妻、孩子这些角色的客串。在保加利亚，2人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接着就是爱情小说里才会有的情节。塞西莉发现西蒙身上有一些伤痕，西蒙告诉他，钻石生意是非常危险的，自己曾经被人陷害而被关了起来，身上的伤痕就是在监狱里留下的。就在这一刻，塞西莉的心被触动了。他没想到西蒙光鲜亮丽的外表下隐藏着一段不幸的遭遇，于是他决定要用爱拯救这个可怜的男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高端猎人往往以猎物的身份出现。西蒙的第3步就是适当示弱，加深情感连接。这一步的高明之处在于把对方的心理活动拿捏得死死的。首先，不完美的形象再次加深了真实感，让塞西莉更加信任自己。其次，母性是每个成年女性的心理表现，西蒙恰当的示弱激发了塞西莉母性中强烈的保护欲望，想要为她有所付出。最后，通过小缺陷掩盖大罪恶，一真一假最难拆穿。即便之后西蒙的骗局暴露，塞西莉还是会相信他是被人陷害的，简直吓人诛心。所以男性小伙伴记住了，谈恋爱不能只扮演霸道总裁，还要适当示弱，对方会更愿意付出。由于西蒙业务繁忙，保加利亚疫情结束后，西蒙让塞西莉先回伦敦，之后就没再联系他。这里划重点，没再联系。但这段梦幻般的经历始终在塞西莉脑海中挥之不去。终于，他鼓足勇气发了条信息给西蒙。几秒钟后，西蒙回复了他。之后，他们每天都会互发信息。塞西莉也逐渐认定西蒙就是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个人。西蒙一边说自己忙得抽不开身，一边又给塞西莉创造惊喜，专门乘坐私人飞机去找他。
这种忽冷忽热的落差让塞西莉招架不住，只能被牵着鼻子走。这是西蒙的第4步，也是情场高手的进阶手段——间歇性强化。就是说，如果持续稳定的满足对方，对方习惯之后内心就没有了波动，反而是随机性的奖赏才令人感到期待和着迷。举个例子，你每天给女神送一束花，时间一长她就习惯了，因为都在意料之中，没有了惊喜。这个时候你不送了，过了几天再送，她就又开始珍惜了。我们看电视剧里的老实人都是有求必应，最后女主来了句你是个好人，但咱俩不合适。情场高手就不一样了，不是一味的顺着对方，而是张弛有度，随机性的满足。这种神秘感会让人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且意料之外的惊喜更能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让人产生快感，而这恰好是成瘾的过程。一句话总结就是，他一时好一时坏，你一边哭一边爱。确定关系后，西蒙对塞西莉说自己有一笔生意要谈，但这笔生意非常危险，还给他看了一些照片和监控录像，显示有人闯入他的公寓。1个月后，意外发生了。西蒙发来保镖受伤的照片和一段语音，说敌人袭击了他们，不过多亏保镖在，现在安全了。然后告诉塞西莉，敌人正在通过信用卡消费记录来追踪他，所以他的卡暂时不能用了，需要先借用塞西莉的信用卡。塞西莉二话不说就办了张信用卡，但 2.5 万美元的额度对西蒙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很快这张卡就刷爆了。西蒙传了张收据给塞西莉，说他已经付款给信用卡公司了，但因为是跨国转账需要一段时间，然后让塞西莉再带 2.5 万美元现金去找他，理由是现金不会被追踪。没办法，塞西莉只好申请快速贷款。到了这里，塞西莉依然没有察觉到这是一场骗局。你可能觉得塞西莉很傻很天真，但这其实是西蒙的第5步，付出的越多，爱的越深。心理学上有个富兰克林效应，就是说那些帮助过你的人会更愿意再帮你一次，放到爱情里同样适用。我们都以为自己爱一个人是因为对方的长相、性格之类的，但其实不是，而是因为我们的陪伴、关心、思念，我们倾注的时间和心血。所谓爱，就是一个人付出的总和，付出的越多，爱的越深。所以塞西莉会觉得承担贷款压力也是付出的一部分，付出是因为爱，爱又让他更愿意付出。为了提高信用卡额度，西蒙以 LLD 公司 CEO 的身份把塞西莉加到员工列表里，开出了一张9万多的工资单，并安抚塞西莉一切都在掌控之中。额度虽然提高了，但还是一次次被刷爆，这是塞西莉从未经历过的恐慌。同时他还担心西蒙出意外，只好拆东墙补西墙，从一家银行贷款还上一家银行的欠款，贷款金额也越来越多，达到25万美元。虽然塞西莉也怀疑过，甚至在网上搜索过西蒙所说的钻石家族，但网上确有其人。再加上西蒙10万火急的请求和看似合理的话术，让塞西莉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投入金钱。这也是西蒙的最后一步，无压力的屈从。心理学上有个登门槛效应，从没有压力的小要求开始，之后每次的要求都只提高一点点，就像上楼梯一样，每个台阶都不费力。就这样，金额从 2.5 万一直累积到25万。再加上沉没成本谬误的影响，既然已经投入了这么多感情和金钱，塞西莉不敢也不愿意往坏的方向想，只能安慰自己继续投入。塞西莉不知道的是，在他既为钱发愁又担心西蒙安全的时候，西蒙正带着新女友在米克斯诺岛旅游，他们租游艇开派对，用的正是塞西莉的钱。这场王子与公主的童话爱情故事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因为还不上债务，银行人员找到了塞西莉，塞西莉不得已说出了实情。银行人员看到西蒙的照片说，又是这家伙。这个时候塞西莉才知道自己被骗了，而且只是众多受骗者之一。他们告诉塞西莉，这个男人是个惯犯，根本不是什么钻石大王的儿子，家族的照片也是 P 上去的，一切都是假的。虽然因为自己的罪行，西蒙被判处15个月的监禁，但由于疫情的原因，仅服刑5个月就被释放。现在的他依然是个自由人，从发布的照片来看，他的生活还是光鲜亮丽，开着跑车，住着别墅，还有美女相伴，只是不知道这次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聊这个故事的目的也是提醒小伙伴们，类似的感情骗局不仅仅存在于外国的社交软件上，受骗对象也不仅仅局限于年轻的女孩子，但凡有情感需求的人，他们都会趁虚而入，凡事多留心，没什么坏处。分析其中的6个心理学效应，也只是帮助大家在恋爱中更好地把控彼此的关系，所以即便你真的学会了，一定要合理运用，切忌模仿西蒙雨露均沾。这是网飞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中的一句话。它以社交媒体为切入点，讲述了在牟利这一唯一目的的趋势下，网络科技正在对个人、社会乃至人类文明造成的负面影响。你可能会觉得夸张，但纪录片以访谈的形式对谷歌、Facebook、Twitter 等科技巨头的前内部人士进行采访，
作为开发者，他们是拥有上帝视角的，在我们只能看到科技带来便捷的时候，他们能看到隐藏其中的巨大威胁。我们可以想一下，最了解自己的人是谁？父母、伴侣其实都不是，而是大数据。当你刚想养只猫的时候，就能收到猫粮广告的推送；刚想减肥的时候，就能看到小姐姐健身的视频。这一切不是巧合，而是我们的隐私早就被贩卖给了更想懂我们的人。2016年，谷歌内部道德设计师特里斯坦·哈里斯辞职之后，很多硅谷公司的高管陆续离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那就是算法操持下的互联网产业可能导致严重的道德伦理危机。与扎克伯格一起创办 Facebook 的克里斯休斯在离职后说，扎克伯格对增长的关注致使他为了点击而牺牲了安全和道德底线。而在2018年3月 Facebook 确实爆出了数据泄露的惊天丑闻，导致市值蒸发500亿，全球用户发起了删除脸书运动。手机已经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谁要是没有手机，在别人看来就像是茹毛饮血的原始人。随着手指不断上滑，新奇的内容不停地涌现，我们的注意力就像进入了时间黑洞，不知道为什么停不下来。在我们冲浪的时候，那些开发者也没闲着，他们在监控着、追踪着、评估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点不夸张，真的是一举一动。什么时候看过什么内容，停留了多长时间，购买了什么东西，价格多少，地址在哪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用来给我们画像的典型特征。我们使用的越多，他们的数据就越多，画像也就越精准。到底有多准呢？可以这么说，他们甚至知道你明天晚上要跟女神约会，下个月要去 4S 店看车。他们所掌握的信息超越人们自己所能想象的一切，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不知道。片中有个有意思的场景，一个中学生暗恋自己的女神，当然这个算法也知道，而且在他休假不敢给女神发消息的时候，算法实时弹出了一个窗口，你的好友加入了，去打声招呼吧，就像是被监控了一样。应该很多小伙伴也收到过类似的弹窗。那他们获取这些数据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想啊，我们是免费使用产品，人家也得吃饭，对吧？有句经典的话是，如果你没有花钱买产品，那你就是被卖的产品。思想家贾伦·拉尼尔给了一个更深刻的解释，产品其实是我们的认知和行为一点点未察觉到的变化。举个例子，算法完全可以让张三对某个产品路转粉，开发者就能对某个品牌说，给我1000万，我能让1000万个张三喜欢你的品牌。这就是他们的商业模式。我们的数据就像期货一样，被精准的卖给广告商，然后广告商静静的等待这些数据一个个变现。互联网时代之前，人们发明的东西，自行车、汽车都是为大众服务的。但互联网兴起后，技术慢慢演变为向人类索取，通过智能从人身上获利，从以人为主动型的技术环境转变成人被动接受、操纵型的技术环境。社交媒体不再是仓库里等着人们去骑的自行车、去开的汽车，而是会自我分析、优化、指引的东西。小伙伴们可能会说，既然这样，我不玩不就行了吗？但是我们的决定往往是很脆弱的，一个好友消息，一个明星八卦，都会很合时宜的撩拨你的心弦。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块几英寸的黑镜，而是它背后拥有高学历、高智商的研发团队。这些人研究一个点赞 icon 的大小，都可能花上好几天。你想想，我们哪有赢的可能性，对吧？假如你是开发者，要把数据卖得更贵，卖给更多的广告商，需要什么条件呢？当然是数据需要足够多和足够精准。特里斯坦·哈里斯说，他们主要有3个目标，一个是参与度目标，就是尽可能增加你的使用时间，这样才能获取更精准的数据。第2个是增长目标，就是让你拉好友，好友再拉他们的好友。拼夕夕表示很懂啊。第3个是广告目标，也就是他们的终极目标，赚钱。为了达到这3个目标，科技公司就像施展魔术一样，让越来越多的用户不知不觉的上瘾。很多硅谷公司的高管都学过劝服性技术这门课程，这是一种极端的、刻意的，在意识之外改变用户行为的心理学技术。Facebook 曾经做过一个海量规模蔓延实验，测试用潜意识信号能否让更多人在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实验结果是能。这样看来，想让我们上瘾就显得小儿科了。我们根本察觉不到自己越来越依赖手机了。普林斯顿心理学博士亚当·阿尔特在《欲罢不能》一书中分析了这种成瘾体验的6个要素：一、诱人的目标，邀请足够人数帮你砍一刀，就能9块9买手机，这搁谁都愿意，对吧？2、不可抗拒的积极反馈，你每次刷新就会有新的内容，你发个视频，很多人给你点赞，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正积极强化，你就想不停的刷新，持续发视频。3、毫不费力的进步，你发现再买20块钱的东西就能满300减50了，接着你又发现再买70块钱就能满500减100了，原本只是买辆自行车，结果开辆车回家。4、逐步升级的挑战，太简单会无聊，太难会焦虑，只有挑战刚刚好，才会更容易进入咱们之前提到的心流状态。5、未完成的紧张感，这是典型的蔡格尼克效应，一个游戏玩一半死机了，一首歌听一半被切了，我们可能会抓狂。最令人难忘的永远是未完待续的紧张感。6、令人痴迷的社会互动，比如你觉得这个视频不错，就想要转发给朋友。人类是社会动物，社会互动是基于进化论的心理需求。所以你看，咱们玩的是手机，人家玩的是心理，玩的是人性，玩不过人家。
小伙伴们可能又会说了，那我不买广告推送的产品不就好了吗？但手机成瘾对我们的影响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经常说的时间、注意力，我们失去的还有这些：一、裸奔下的安全隐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一些奇怪的短信或者邮件，比如进群领专属福利之类的。互联网世界是没有隐私的，你的每一次手机登录、每一次图片分享、每一次购物记录，都相当于是把个人信息告诉别人。我们没法肯定这些开发者有足够高的道德水准和职业操守，即便他们靠谱，我们也没法肯定他们的安全系统是否靠谱。2018年，某酒店的开房信息泄露，5亿条个人信息、1.3亿条身份证信息，险些在监管网站交易。我们可以假想一下，不法分子拿到这些信息，用来注册各种 app 还算小事，但如果利用隐私数据进行电话诈骗和敲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二、病态的价值导向。人们在网络上晒自拍、晒美食，就是为了得到社会认可。Facebook 前副总裁帕利哈皮提亚说：“我们管理自己的生活是建立在获得的完美感上的，爱心、点赞这些短期信号给我们奖赏，我们把它融入到价值中、真相中，这会让我们空虚，让我们想再次获得，进入恶性循环。”一个人这么想没问题，但如果20亿人都这么想，那得卷到什么程度，对吧？脸再瘦一点，腿再长一点，皮肤再白一点，以前的照片看脸，现在的照片看技术。畸形审美的价值导向给青少年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2011年开始，美国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人数增长迅速，割腕和自残的15到19岁少女，2015年较2009年相比增长了62%，10到14岁更是增长了189%。三、闭塞的信息茧房。我们会发现，现实中大家都温和有礼，但网络上就充满戾气。这是因为社交媒体并不像其许诺的那样呈现更广阔的世界，而是用个性化算法给用户投喂他们喜欢看的内容，就像一个个温暖舒适的茧房。人们根据各自的爱好和观点倾向，停滞于不同的信息圈内，然后把这些被动接受的信息视作唯一的真理，丧失包容多元观点的能力，最终导致更大规模的社会区隔、部落式群体分裂和交流鸿沟。Facebook 投资人罗杰·麦克纳米说：“这就像一个27亿人的楚门的世界。”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现实，但没人发现自己所在世界的本质真相。一旦达到这种状态，人们就很容易被操控。就像大前研一在低智商社会中提到的，他们对各种谣言丝毫不会思考，活在被设定好的框架里，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越来越依赖于环境。谁该为这样的结果负责呢？或许大家都很无辜。2018年 Twitter CEO 杰克多西在一次听证会上说，12年前创办 Twitter 时，他没有想到 Twitter 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但是这些大佬们一边让用户默认勾选 App 隐私协议，一边让自己与科技产品隔绝开来。比如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的小孩，童年就被要求与电子产品完全隔离。生产这些高科技产品的人，就像《绝命毒师》里的老白一样，自己从来不洗。如何让控制权回到自己的手中？结合片中给到的一些建议，我总结了几点：一、删除不经常用的娱乐型 App。2. 关掉不需要及时处理的 App 的消息通知。3. 每天固定手机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超过2个小时，可以采用奖惩措施。4. 安装 App 时留意它获取的手机权限。5. 主动搜索信息，减少漫无目的的刷屏。6. 分享信息前查一下信息的来源和真实性。7. 网络上的不同观点，说的对咱们学习，说的不对看看就好。8. 长按点赞，一键3连。这条是开玩笑的。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可能会颠覆你对成瘾的认知。无论你对什么成瘾，无论你的瘾有多大，或许都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一般我们认为对某件事上瘾，一定是因为这件事能带来快感。这个说法没错，但也不完全对。事实上，很多成瘾者在重复成瘾行为的时候，已经感受不到快乐。但如果不重复成瘾行为，他们会非常痛苦。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我自己说起。我上高3的时候学习一般，再加上任务重、压力大，很快我染上了去网吧打游戏的习惯。因为只有在电脑上拿着枪突突敌人的时候，我才能让自己喘口气，才能感受到高中生活还有一丝乐趣。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是为了逃避学习的痛苦，才选择用游戏来麻痹自己。后来我上课想，吃饭想，睡觉还想，无时无刻不对游戏产生期望，这也导致任务更重，压力更大。学习的痛苦让我对游戏产生了更深的依赖和渴望，瘾也就形成了。即便打游戏已经没有了第一次那种快感，但如果不打，我就只能回到现实，承受学习的痛苦，想想就挺痛苦的。很多瘾都是这么形成的。试想一下，
你每天上着朝九晚没点的班，每天扛着养家糊口的重担，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把你挤压的没有一点空间。或许只有跑到厕所抽根烟，刷会儿手机，在夜深时打把游戏，喝点啤酒，才能带来片刻的愉悦感。因为只有在这些时候，你才是最放松的。不过，在享受完多巴胺带来的快感之后，痛苦还在原地等着你，而且前后落差会让你觉得更痛苦。于是你一有机会就选择开溜，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也有趣。在痛苦的驱使下，你对快乐上瘾了。这个快乐可能是烟瘾、酒瘾、性瘾、网瘾、手机瘾、游戏瘾、食物瘾等等。凡是能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带来快感的行为，都有成瘾的可能性。而且多巴胺的释放量越多，就越容易成瘾，一旦成瘾也越难戒掉。好在今天咱们聊的方法来自于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成瘾医学教授安娜·伦布克。过去25年，他一直致力于治疗赌博、电子游戏、海洛因等各种事物成瘾，所以在戒瘾这块他有着绝对的话语权。比如他成瘾这本书中有个案例，一个年轻人从17岁开始抽烟、酗酒、吸大麻，18岁吸食可卡因，19岁改用奥施康定和阿普佐伦，20多岁又接连使用了什么扑热息痛、芬太尼、LSD、PCP 等等，这些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在他来找伦布克教授的时候，已经使用了14种药物，所以跟他比起来，咱们那些瘾那都是小儿科了。为了便于理解成瘾的原理，还是要先认识一下多巴胺这个相当于通用货币的神经递质。科学家一般用它来衡量某种体验致人成瘾的可能性，比如巧克力能让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量提高 55%， 性行为能提高 100%， 尼古丁提高 150%， 一些毒品的主要成分苯丙胺能提高 1000%。 显然这些东西的成瘾程度也是不断提高的，所以有些行为一旦尝试了就真的很难戒了。有的人可能觉得就尝试了一次，自己意志力强，所以没问题，不存在的。因为戒瘾的痛苦也可以按照这个量级来评估。有人形容戒毒的感受就好像是浑身骨折之后还在不断的挪动身体，想想都头皮发麻，对吧？大脑中只有 0.0005% 的脑细胞能产生多巴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就是这么一丢丢化学物质，让人们产生了七情六欲，也让生活多姿多彩。不过多巴胺的主要作用并不是让人们在获得奖励后感到快乐，而是驱动人们产生获得奖励的动机。比如你吃一块巧克力很开心，大脑会记住这个感觉，下次再看到巧克力的时候，多巴胺会激活大脑中的奖赏回路，还没吃你就有了纵享丝滑的感觉，也就产生了吃掉它的冲动。你看，多巴胺在快乐之前就被释放了，所以它不是给你带来快乐，而是让你对快乐产生渴望。但如果你不吃这块巧克力，渴望得不到满足，痛苦也就随之而来。科学家们发现，大脑中处理快乐的区域跟处理痛苦的区域是重叠的，这就像咱们大脑中有个天平，两端不放置任何东西的时候，天平处于平衡状态。当我们吃巧克力、打游戏、刷手机的时候，这个天平向快乐的一侧开始倾斜，倾斜的幅度越大，我们就越快乐。不过任何生命系统都有一种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大脑会努力让天平保持平衡，就在另外一侧施加等量的压力。可以想象成一群痛苦精灵跑了过来，坐在另外一边。当快感体验慢慢消退，天平也就自然而然地向痛苦那一侧倾斜了。所以有时候刷了一上午手机会感到空虚，出去旅游回来会感到失落，就是这个原因。你想摆脱空虚失落的感觉，就得继续在快乐的一侧增加砝码，所以你不得不再来一块巧克力，再打一把游戏。但这里有个问题，其实也是多巴胺在作祟，它让我们对奖赏始终保持渴望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叫做奖赏预测误差。就是说实际的奖励得超出预期才行，第二块巧克力要比第一块更丝滑，第二把游戏要比第一把更刺激，否则多巴胺的效应就会降低，产生的快感也会减弱，这被称为神经适应。相当于你这边加码了，痛苦精灵也越来越多。问题是你追求的快感是短暂的，是有上限的，那些小精灵们是长期的，是无限量的，他们在另外一侧安营扎寨，铁了心要给你打持久战，最终你还是斗不过他们。你能感受到快乐的门槛会越来越高，小精灵们给你带来的痛苦却越来越深，天平也不再平衡，而是始终向痛苦的一端倾斜，造成快感缺失。所以对于重度成瘾者，你别说让他们戒瘾了，正常生活就已经是一种痛苦了。一些吸毒成瘾的人，那些毒品对他们来说可能跟盐水差不多，但没办法，他们就是戒不掉，因为只有继续吸，他们才能让天平恢复平衡。这看上去有点讽刺啊，追求极度快乐的人，结果却无法享受任何形式的快乐。上瘾可能一次就够了，但戒瘾需要多久呢？1年、10年？我再说你可能都要骂骂咧咧关掉视频了。先别跑，事实上根据伦布克教授的临床经验，
重置大脑奖赏回路所需的最短时间一般是1个月。咱们看着好像也不长，但真要让你1个月不刷手机、不打游戏、不抽烟、不喝酒，不干你最想干的事儿，你真能忍住吗？而且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1个月我该干点什么让自己熬过去？你可能会想，能不能用低多巴胺的事儿代替高多巴胺的事儿？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大脑没那么容易上当。我之前因为减肥，尝试用无糖可乐帮自己戒掉可乐，谁知道无糖可乐就像是钩子一样，让我对可乐更加渴望。结果可乐没戒掉，每天还多喝了1罐无糖可乐。结合书中的建议，我总结了3个方法，都是利用多巴胺的作用机制，让你高效的恢复天平的平衡，而且把戒断痛苦降到最低。1. 以痛治痛。既然负责快乐的脑区也负责痛苦，既然大脑会用痛苦来平衡快乐，那如果我们反过来主动追求痛苦，大脑会不会用快乐来平衡痛苦呢？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的研究人员让10名志愿者在14摄氏度的冷水中浸泡1个小时，对他们的血液进行采样，结果发现他们血浆中的多巴胺浓度增加了 250%， 高多巴胺水平的持续时间远远超过了疼痛刺激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以痛治痛的方法是可行的。痛苦触发了人体自身的内稳态调节机制，当我们主动在痛苦那一段增加砝码时，身体也会用快感来平衡痛苦的感觉，而且往往持续的时间更长。我们应该都体验过痛并快乐着的感觉，比如吃辣椒，虽然是刺激痛觉神经，但真的是越吃越过瘾。比如看恐怖片，即便吓得满头大汗，还是感觉很爽。再比如运动，你坚持跑了5公里，累得不行，也能收获一种叫做跑者高潮的愉悦感。你可以从中选择一种方式，从健康的角度看，运动可能是最佳选择，因为它除了释放多巴胺之外，还可以促进其他神经递质的释放，比如去甲肾上腺素、内啡肽等等。像内啡肽在止痛的同时还能带来愉悦感，而且跟追求快感不同，痛感产生的快乐不仅不会让我们焦虑，反而能缓解焦虑。痛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你的情绪会得到改善，注意力更加集中。当然更重要的是，你能在戒瘾的过程中同样体会到多巴胺给你带来的快乐。就像痛苦是我们为快乐付出的代价一样，快乐也是我们从痛苦中获得的回报。2. 物理阻断。对某个事物或者行为成瘾之后，大脑会产生敏化反应，就是说你对跟成瘾物相关的东西特别敏感，他们会把你的瘾勾出来，让你重复成瘾行为。书中有个案例，一位性成瘾者本来戒瘾戒得好好的，第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裸体的女性，他忍了；第2天在手机上看到人体彩绘，他又忍了；到了第3天，他再也忍不住了，我的头快要裂开了，把原来已经扔掉的手艺机器又捡回来，疯狂输出。所以要想戒瘾戒得彻底，就必须把那些成瘾物以及跟成瘾物相关的所有东西一个不留通通甩掉。你花钱上瘾，就把花呗白条关闭，信用卡注销，薪水全部上交；打游戏上瘾，就把你的账号注销，再把游戏删除，什么 Switch、Xbox， 要么卖掉，要么送人。抽烟上瘾，就让家人把家里的烟都藏起来，非必须的话也别跟抽烟的人待在一起。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把你跟成瘾物彻底隔开，不让他们把你的瘾勾出来。你可不要想着给自己留个回旋的余地，藏点私房钱，留个小号跟别人要烟，这么做还不如不戒。因为你一旦降低自己的标准，你的标准会越来越低。我之前戒游戏就是这个死样子，想着反正也玩了一把，不如再来一把，最后小号练得比大号等级都高。当然我也知道这么做不轻松，但舍不得逼自己戒不掉瘾。你可以搭配第一个方法，反正都能刺激多巴胺的释放，大脑不会在乎你是在自虐还是在放纵。3. 激进诚实。没有哪个人会主动承认自己有什么瘾，甚至还会用各种方式来掩饰自己的瘾。反正我以前去网吧打游戏，总是骗爸妈说去同学家复习功课，害怕挨打这是一方面，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也清楚这不是一个良性的行为，所以只能通过撒谎来欺骗自己和别人。这么做的原因除了羞耻感，更重要的是切断了大脑奖赏回路和前额叶皮层的联系。成瘾时，大脑的奖赏回路会被激活，说谎又移植了前额叶皮层对奖赏回路的约束作用。前额叶皮质负责理性决策和未来规划，导致的结果就是大脑真的以为你没有成瘾，你只是放松一下，消遣一下，更不需要戒瘾。所以很多成瘾治疗方案中都涉及到强化和重建二者的联系，而说实话可以做到这一点。研究人员发现，刺激前额叶皮质可以提高一个人的诚实度，反之亦然。当我们承认成瘾的时候，前额叶皮质的活动也能得到加强，提高自控力，让我们更理智的选择延迟满足。具体做法就是瘾上来的时候，你在心里默念我有什么什么瘾，我要戒掉这个瘾。如果放得下，你就找身边的人，郑重其事地跟他宣布这句话。这么做比在心里默念的效果更好。首先，这种仪式感对前额叶皮质的刺激作用更大，
其次，人都是社会性动物，演一次可能是假的，演100次那就是真的了。最后，你给这么多人都说过了，他们都起到了监督作用。哪天你故态复萌，让他们看见，面子往哪搁，对吧？这3个方法叠加使用，相信我，你一定会体验到改变的快乐。我现在就是每天早上坚持打球和洗冷水澡，完了真的感觉很爽，而且工作起来也更加专注和精力充沛。最后想说一点，咱们不要觉得自己对什么上瘾就可耻，很多情况下真的不是我们想摆烂、没上进心、没意志力，而是现实的压力让我们喘不过气。不过现在咱们也知道了，那些逃避现实的成瘾活动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今天的内容稍微有点长，感谢小伙伴们坚持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干货？所以希望大家能点点3连。如果这些对你依然没有帮助，记得给我留言，我再想想办法。